辛苦，你先，我会，快点来，你吸，真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快看奥看，我们今天没有人开场。sorry， 你还没有进来，你声音不可以进来的。没有啊，VO 来的。哦 ，VO， 今天他不可以进来，由我们开场。对，因为他今天不是主持人，他的身份不同了。对，他是来宾，他是电影的主角，今天还带了一班的那个朋友一起来，没有错，演员们。哎呦，我们掌声欢迎电影100万红包，耶！Andy 改名了你。来，哎，手录的红包进来了。欢迎莉莉姐。大家好，两位主持人，大家好。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人穿 blazer 来上节目了，欢迎伟良。然后这一次还有我们的导演Jason。Hello， 导演好年轻哦，年轻哎，不年轻了啦，不年轻了。所以导演29岁，29岁。 29岁，哎，妈妈，今年就30岁了。跟我们拍的时候才29吗？对，因为去年拍嘛。那就停留在29，不要跨过去了。 sorry， 我们也要好好的慎重的介绍是，他。今天不一样，因为他今天是这个电影的女一，厉害。掌声欢迎林 CC。你介绍一下，快。大家好，这个是我的荧幕上的老婆，哎呀，林西西。大家来宣传100万红包啦，对不对？这部是一部贺岁片，它讲述的就是CC OK 跟伟良的一个爱情故事。他们从小学就开始认识了，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他们就失散了。多年之后，在马来西亚又再重逢了。玲姐，你在戏里面是演伟良的妈妈，我是大家的妈妈，你们去看就知道了。但玲丽姐，你在里面是什么样的妈妈？因为现实生活，I think我们都认识的你，就是比较很温柔、很 nice。个人的角度看法，因为呢，每个人看人的那个角度跟观点不一样。如果你的方向是对的，你就觉得我很好；你的方向是不对的，你就骂得半死。导演在跟我谈的时候，他说你可以随性的发挥你想做什么。那伟良的话呢？伟良你在戏里面的个性是比较怎么样的？比较果断的，做决定的时候他不会唯唯诺诺的。简单的来讲一下，我这个角色就是他不算是胆小，但是他有一点点太过安全，因为他是一个想红但红不了的网红。哦，喝一下。让我猜一猜，他之后是不是变得很红？其实红不红不重要，其实是从内心出来的那道光。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一个讯息想要告诉大家，不是红不红，这些有点太过肤浅，对，太表面。导演，这是你第一部电影啊？对，你第一部电影就敢请这么多很资深跟很有经验的演员呢？因为我不够资深嘛，所以就请资深演员来帮我捧一下了。为什么你会选到他们几位演员呢？找第一位演员的是 CC 嘞。我记得晚上有一次，我就是 DM CC， 我就说我想拍一部电影，然后你有兴趣吗上面你想猜 Instagram？ ？Instagram。因为如果你像 DM 过来，然后你讲说你要拍一部电影，对因为我很怕很多人会觉得你是 scammer 的嘞。对，但我的 Instagram profile 是 public 啦，但也是有一些有照片作品有照片在所以你们之前不认识的，不认识，是人的完全不认识。完全不认识。我真的会觉得是 scammer，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讲。对，exactly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是这样 DM 每位艺人，那时候其实我已经筹备了蛮多了啦。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亲力亲为的人，是所以我就自己来做比较快。他 DM 你过后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会想要接受这个 project？哎，我跟你讲哦，对，都没有人找过我演女主角，有机会，等什么嘞？即使是 scammer 也接了啦，接了喽。对，给他 scam 下去 scammer 也接啊！第一点，我看了就是他的，我去搜索了一下这位杰森导演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可以啊，他拍的那些短片啊，都感觉蛮有意思的，就是有一些 hidden message。然后我想说，哇，他这么大胆找我演女一呀，其实是有点战战兢兢的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胜任这个角色。但是我觉得，反正他都这么勇敢了，为什么我不为自己勇敢一次呢？导演，为什么你会第一个就想要选？因为我觉得他笑中后面是有一些比较深的一些意思。CC 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红的网红嘛，通过这一方面去摸索，可能他在以前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，他的那些感觉是怎么样？这位导演让我看到他真的很有勇气，他就是单枪匹马跟你讲说我要做电影，来，是。然后我也是觉得我们新加坡就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啊。Excuse me，
现在就是我们的那个电影行业啊，一直在一个很低迷的时候，然后导演还选择做这样子的举动，然后说，你既然看上我的话，走啦，一起冲啊，冲冲看你。男女主角的话，你没有叫他们去 audition 啊什么的，其实一看我对 audition 没有说很喜欢去这个 audition 的过程，他只有这15分钟去表现，我觉得不公平。而且因为剧本也是我写，故事我也是我知道嘛，我了解故事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觉得他可以担任的话，就选他了。哦呀，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位演员是不好的演员，是有不好的导演。哎呦哇！所以对，因为真的你是导出来的嘛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是看导演的功夫。哇，其实我们这个导演是很厉害啊，他转一整圈啊，一本正经的夸自己啊，是，导演要很厉害。为什么你当时会选到伟良呢？因为我选了 CC 嘛，对，然后我又想找一个人搭配。之前在拍什么 drama 的时候，他配的是什么泽通嘞，等等的嘞。伟良也不差，对啊，很好啊。接不到。他的这个妈妈的这个气场哦，对，从荧幕上就已经感觉得到了。哦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选林，一定要选他。对。他最感动我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这一生我一定要拍一部电影。”现在新加坡导演真的是见少买少啊，有谁要做这么辛苦？这么难，最打动我的是陈毅。我说有谁？他说有伟良，有CC，都是我很爱的演员，因为他们都是我从小看到大的。我一定要乘大这条船呐！他又讲，还有来了一个黑人，还有来了一个比我更老的。你就想说 OK 可以接，还有后面还有人。据我所知的，对我们有一个很红的一个泰国阿嬷，你又是 DM 她的吗？对，你又 DM 她泰语，你可以遇得那时到。候我就想，因为贺岁片嘛，所以要很翻、很好玩这样子，所以就想找一个外国的来饰演这样子。那时候在泰国就 holiday， 然后就写剧本啊这种东西，然后就哎呀惨了，找谁呢？人刚好在泰国嘛，对，然后就 try to 找了阿嬷，然后结果阿嬷就第2天就回复了我，呀，所以我就后来我就也是有看 DM， 对，你 DM 泰国字啊？英文字啦，英文字啦，泰国没有泰语没有这么强，然后后来就回去了新加坡，然后过一阵子再飞去找 ，OK， 不如我再约一个时间我来找你吧。所以你那时候是自己一个人过去，自己一个人过去，没有带什么其他的。一个人过去呀？那你没有带你的那个团队啊过去啊？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好像是 scammer 这样吗？你知道带你不要一直讲他 scammer， 人家拍电影的哦，人家导演讲他 scammer。你这样勇敢自己一个人去泰国找人，飞去泰国一次找他嘛，是，但是他为了这部片一直飞来新加坡，又飞来马来西亚，然后接下来要飞来新加坡做宣传，所以我真的很感动他的，因为他年纪也不小了，对，行动也没有说很方便，所以他肯这样就是坐飞机来这边，然后又参加我们这些宣传活动，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。你会泰语啦，你还可以跟阿妈沟通啦，他们累，他们怎么跟他演？去同他讲哦，对，然后辉哥就做翻译咯，辉哥做翻译，sorry， 我妈妈会讲泰语的，来，没有啊，我每次走过他身边，萨瓦迪卡，等一下又走过去，卡瓦迪卡，再来他跟我讲哦，我不会讲，我就，他总共听了我好几首泰国歌。我们在继续访问之前啦，我们还是要玩一个小游戏啦，因为我们 Outcast 有来上节目的人都会来玩游戏的，是我们没有游戏我们不会做的，没有错。我们会玩一个游戏叫做瞎掰王，看你们多厉害瞎掰。你们有6个人吗？所以有4个会瞎掰，1个会猜，1个会有那个正确的答案。你们4个要瞎掰 ，to convince 那个猜的人，就要选他。说猜的人要猜哪一个，其中5位哪一个是正确的meaning。我会选1个人有那个 correct answer 的 ，OK，剩的就要瞎掰。说第1个字谁要猜？玲玲姐了，玲玲姐啊，玲玲姐了，玲姐猜了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用你的经验看谁在荷兰。乞丐超人 ，OK， 大家关眼睛。你那个凹槽真的是凹住这样，凹住。 OK， 来看眼睛。 OK， 我们给导演先 start 咯。好，为什么又是我先上？怕你忘记那个意思。这个的意思就是讲说一个人，他看东西非常的准，非常的 sharp， 然后他也很精明，会随时能够变通。不跟那个乞丐超人有什么关系？就是好像乞丐他们就是在
街边嘛，哎，他们一看到我操，可以多一次，多一次。你也掰不下去哦，不好掰是不是？不好掰哈。因为乞丐嘛，所以就可能你没有家，就蛮可怜，就没有家可以回嘛。是所以你真的需要很 adaptable，不管你去到哪里，你都要去适应，去适应。所以不管你去到便利店也好，还是去到地铁站也好，还是什么地方都好是，你都要随时变通，然后适应。哦，这个有意思，这个有意思。乞丐超人，玲玲姐，你要相信我，这是我真的有正确的答案。OK， 乞丐超人，有没有听过动感超人？对不对？乞丐超人就是动感超人，但是只剩下那个内裤而已啊！就是你要去拯救别人，但是你又只剩下内裤，你那个整个没有办法武装，因为你已经变成乞丐了。所以乞丐超人的意思哈，就是你很想要帮助别人，但是你能力有限。你很乱呀，现在。这个有。乞丐超人比喻一个人，他其实他看起来就是很强壮，但是他其实内心是很痛的那种。他的讲法，乞丐跟超人嘛，他两个是完全不符合一下的，一个天一个地。但是要怎么呈现出来，就是他其实是来自于一个 slang 叫做他的超人叫做蝙蝠侠。对，因为蝙蝠侠，所以他就会感觉就是他很痛，但是他不要给大家看到痛的那一面。所以他是每一次想要乞丐，他就是蝙蝠侠。对，这就是蝙蝠侠。对，他是 Batman。其实乞丐超人妈妈很简单的，他就是一个很有包容性的人。因为什么叫他乞丐超人？是因为他自己已经生在一个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，自己也有难处，但是他还是决定，只要可以乞讨到什么有什么，他就还是想要去帮助其他的人，所以就是一个很有包容性的人，所以就比喻这个人是乞丐超人。来，伟良，哇，你想到了吗？我揣了，我掰一下啦，掰一下。揣。我觉得乞丐超人应该就是那些专门帮助乞丐的人。那叫超人就好了，干嘛还要乞丐？专门帮乞丐吗？对，专门超人帮全部人，这个合理，这就是专门帮乞丐的。OK， 来，妈妈，请选择。我的想法是，乞丐是大家都觉得很看不起的一个行业。对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呢，你乞丐脱了衣服呢，其实他就剩下一件底裤，但是呢，剩下底裤他就一飞冲天。所以人的心的力量是很大的。这样你不要小看自己，就是可以一飞冲天。你跟叶伟的很接近哦。对呀，就差不多啦。我猜你吧。猜我啊？你在我旁边，我不猜你猜谁呀？其实看起来你是讲的无头无尾，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。哦，答案是不是伟良呢？答案是不是呢？我不知道。答错，哎呀，答案就是 Jason。哎呀，可是我不懂他的意思是什么，我读了他读不懂。所以我都讲为什么给他先，就是因为怕他忘记。哦，你已经看了答案了。对，他看的答案。OK， 说乞丐超人就是那种指那些人，就是月底的时候，他的手头很紧的时候，他们就是特地去那种超市买那种 discount 货，精打细算那些人，真的很厉害啊。OK， 最后一个 OK 伟良来猜了。好啊伟良 OK， 下一个字是 ananas comosus。哇，昂毛的。很轻呢。 ananas comosus， 吧，是真的有这个东西。真的有这个字，真的。放眼睛，大家。观众朋友们，跟我们一起猜吧。 OK。开眼睛，谢谢先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，比喻想要推卸责任，因为每次人家跟你讲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时候，那个人就啊那，是，恐怖这样啊，所以就啊那恐怖色，因为他跟他讲那的时候哈，他让他 confuse 啊，所以有一个 commotion， 所以叫做 ananas commosus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很简单。其实人家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会觉得很复杂。你要从那个字去拆解。你看前面那个字，nana 指的是什么？很难呐。不是，我的阿嬷啊，有一个阿嬷 ，commosas 是什么字 ？commosas 的意思就是common 有一点 sas。所以我的阿嬷今天有一点傻。请问我想问你，你从哪里看出阿嬷了？娜娜就是阿嬷这样的吗？啊，我的娜娜这样吗？阿嬷有点傻，就代表说有时候你看到有些人好像是很有经验、很资深的一些人，但是你发现有点傻，他原来是不会的。
啊，不懂装懂啊，不懂装懂啊。其实刚才我闭目养神的时候，我想到了这个东西。你们知道印尼有一个岛是叫 Komodo Island 吗？所以那边是有很多那些好像小小的龙啊，他们叫 Komodo。OK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他们在那边给他们吃东西的，因为他们养这些 Komodo dragons 嘛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他们收养这些 Komodo 的这个一个岛这样子。哦，对，这个是一个岛，是一个岛的名。所以他在那边吃 banana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其实这个 Ananas Komosas 它有一个故事的来源的，它是早在这个方圆150年前，对不对？它就是因为以前的人他们那个言语不太会嘛，他们讲话是这样子的嘛，对不对？他就什么意思？其实到我们今天，我们刚刚就是有一些商业店他们去解读掉，他们以前在讲什么东西，就是 banana come on suck。哦，他要吃那个香蕉，吃香蕉，你选他吧，你选他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我的英文呢是他认识我，我常常都不记得他。所以他你念一次，放到你们一直讲，我看那个前面有banana，你们又一直讲 banana， banana 是香蕉嘛，我就不要跟你们一样。因为我们拍的是黄梨园 ，OK， 所以我要换成是黄梨。后面的字我看不懂，但是我把它当成是我们在念经，黄梨，然后拿来念经，然后拿来做法事。哇！勇敢一点，选他。来，伟良做决定，分析一下啦。你觉得谁？你可以讲我的上报纸的，我的是你谷歌 check 到的。对。有音乐。你的娜娜也是 check 到的，我跟你讲。我打娜娜找得到。你这样看不起我咩？我不会英文，我有时也是可以24打，也是可以打到的嘞。讲什么？你以为我对你的信心还少没有？我选玲玲姐。哇！正确，换玲玲姐。真的是你啊 ！OK， 它就是凤梨 in Latin word。人家还以为我不敢，所以我跟你讲说，人生不要害怕做选择，5席送5席大贡，不用紧的。我都讲为自己勇敢一次。很明显，你们很勇敢，你们这个团队。哇，真的受宠若惊耶！没有想到我会猜对耶。还得到美人归。你掰到酱，我竟然还选你耶！玲玲姐，跟玲玲姐有这样子 kiss 伟良，对不对？你们在戏里面有这样？没有啦，因为我当他是好像孩子这样。是。他的人生第一个舞台就是我主持的。对。然后我跟他带他的人讲，我说这个人一定红了。再当每一个人都讲说，哎，伟良又没有型，唱歌又平啊，红不起来的，也不要浪费时间。是玲玲姐跟我讲说，伟良你要努力做，你一定会红的。哇！你知道他去表演的时候，那些人拿那些 box 啊，一直在那边伟良我爱你什么。我说干嘛？他这么丑，你们还爱他？就是因为他丑，所以我们才爱他。我们就是喜欢他丑，完全就没有顾及我站在台上的一个心情呀。印象最深刻的一个scene，其实我记得我有一场戏就是当场加的，就是他们拜观音妈的那一场戏。所以他们都跟我一样，很随时可以just think of something out of the box。是，对呀，因为那时候因为感觉到了嘛，然后我们就加一场，然后被每个人骂，因为副导说没有时间，你还加场，然后我讲不用紧 ，just 加。跟我就是哇，可能跟我这样拼，我真的很感动到啦。所以那场戏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。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跟我妈妈在家的一场戏。因为我觉得那一场戏是我们从在对稿的时候到正式演，那个整个情感是很顺的呀。因为其实玲玲姐也是看着西西长大的嘛，是，对，从以前歌台8岁就看到她长大，我很爱她的。她一来我就看到这小女孩。还好可爱哦，好美，因为她2粒眼睛圆溜溜的，所以你会很喜欢她。而且她在台上是很灵活的一个人，然后她每次来，你会觉得哎呀，我的小公主又来了。拍这个最感动我的是那一场戏呢，真的是哇，劳师动众啊。该飞的就飞去那个地点呢，就是在黄梨园。我又看到哇，很美的这片景，又临时呢倾盆大雨啊。这个大雨并没有灭掉我们导演的那个心呢，因为当天我又要晚上坐飞机回。
导演也没有怎么样，他还是很好的说啊，我帮你订了飞机，等一下你几点可以走。很多看戏的人看不到我们心里的那种挣扎啦，那种交集啦，然后跟演员之间的相处啦，导演给我们的都是正能量了。所以这部戏出来是不同凡响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。最难忘啊，就是我跟西西有乘坐小船在一个一个河里面，那个场景真的很漂亮，然后好像真的回到小时候，但是小时候我们在新加坡哪有这种坐船出去的这种经历呀？所以说那个场景啊，对我来讲是印象蛮深刻的。因为船真的是3班这样子，很小。对，剧组不能跟我们在同一艘船，所以他们是在另外一艘船。有时我们拍着，他们就越飘越远，越飘越远，然后要等他们再飘回来，就是再回来，然后我们才继续拍。然后也有很多时候是你也是有自己就是开那个船嘛，对不对？是呀。我把我的生命都交在他手上。导演就一句话哦，可以啦，可以，Sisi，我讲你当然可以了，做的又不是你。因为我们要拍个远镜嘛，然后呀，我们在乘坐那艘船所以不可以有人帮忙的，你要自己开。OK， 今天我们要谢谢这个100万红包的演员们，还有谢谢。大家都发财，要100万红包的话，就一定得要看我们的这个100万红包。快点去看，对，快点可以赢得这个100万红包。哎呦，对，而且我们有很多奖金会分给大家。对，所以可以看电影，然后就赢到一个勾吧，赢奖金，赢到 Apple Watch。对，我们已经安排好了，在我们的 Instagram， 所以你们可以去 follow 一下。对，一定要尽早看，因为你越迟看就奖金越来越小。大家如果想要以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观看我们本地的电影，有一个新鲜的感觉，让你有一个焕然一新，然后很 fresh 的感觉，100万红包非常适合你，因为不管是故事还是我觉得整个故事的牵线，都是会让你觉得有甜滋滋的感觉，或者是很温馨的感觉，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去支持一下，过个肥嘟嘟的年。一定要看这部戏，因为有一句广东话叫做收租過後冇艇搭。哇！那么这部戏呢，是因为呢准备给你们过年的，然后有奖金有礼品，所以呢你要功德很大的话呢，福报很大的话，一定要看这部戏。不但好了你自己，也好了我们，因为我们会见到你，跟你说一声谢谢你，我们永远爱你，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，100万红包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谢谢我们的100万红包的演员导演。大家喜欢这个频道，记得like下去，扫射给我们下期见，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开心。我要宣布一件大件事，今天去观音庙又碰到他嘞。你那个Puppy Love， 什么 Puppy Love？ 那个是老同学，闺蜜。目前为止，除了我，你是第2个踏进这个地方的人。姐，说真的，你这次回来是不是因为那个黄梨园的事？在这个来临的新年，他想来一个凤香园黄梨塔100万大比拼，奖金100万呢，还把整个黄梨园当做奖品送出去。3、2、1，动起来！加一，赶快！网红是需要流量的，不好意思，我会加油的。钓鱼教会我一件事，人生不能急。我去哪里？就是因为爸从小到大什么都只给你，属于我的东西我是不会放弃。我们专心比赛吧，只要拿到100万，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。钱对你来讲真的这么重要？发生什么事啊 ？AI 来的啊！开心啊，开心！到底什么时候帮过我？我从小到大都为了别人拼命，又有谁会为了我而拼命呢？有100万，你有吃饱没？绑架我嘞！需要10个人才可以绑架我，你知道吗？